林浩，你是销冠又怎么样？你想在公司待着就得听我的。老板王强把合同重重摔在林浩桌上。老板此刻的这副嘴脸，让林浩在这个炎热的夏日感到无比心寒。20万的提成，说扣就扣，只给了2000块。林浩心中暗骂：打发叫花子呢？3年的辛苦付出，换来的竟是如此对待。1周后，公司最大的3个客户竟然集体要求终止与公司的所有合作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我们只认林浩，不认公司。这下老板开始慌了，求林浩去稳住几个大客户。林浩却是淡淡一笑：对不起，王总，我的工作合同已到期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林浩看着电脑屏幕上的数字，2000万的销售额在年度报表里格外醒目。这是他在天成科技公司的第5个年头，连续3年拿下销售冠军，今年更是创下了个人最高纪录。按照公司规定，销售额的1%作为提成，20万的奖金足够给家里换辆好车了。林浩整理了一下领带，准备去参加年终总结会。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人，老板王强坐在主位上，脸上挂着惯常的笑容。林浩找了个靠前的位置坐下，心里盘算着一会儿上台领奖时该说些什么。各位同事，今年公司的整体业绩还不错。王强开始了他的总结发言。特别要表扬的是林浩，2000万的销售额确实了不起。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。林浩谦虚地点了点头。不过呢，王强话锋一转，今年公司遇到了一些困难，资金链比较紧张，所以经过管理层讨论，决定对提成方案做一些调整。王强看着林浩，笑容依旧：小林啊，你的20万提成，先给2000意思意思，剩下的明年补上。会议室里瞬间安静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林浩。林浩愣了几秒，确认自己没有听错：王总，您说的是2000？对，2000。王强点点头。我知道这个数字可能让你有些失望，但公司确实有困难。可是王总，合同上写得很清楚，销售额的1%作为提成。林浩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王强收起笑容：小林，你是老员工了，当年还是我把你招进公司的，现在公司有困难，你要体谅一下。再说了，明年会补上的。林浩深吸一口气：王总，20万变2000，这差的也太多了。行了，这事就这么定了。王强不耐烦地挥挥手：下面我要介绍一位新同事。一个年轻女孩走进会议室，画着精致的妆容，穿着一身名牌。这是小雅，从今天起担任销售经理。王强重新露出笑容。小雅是名牌大学 MBA 毕业，有很多新理念，众人面面相觑。销售经理这个位置，按理说应该是林浩的。小雅环视一圈，目光在林浩身上停留了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雅雅，听说林哥是销售冠军。林浩点点头，那很好，不过我想说的是，时代变了。小雅清了清嗓子，现在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了，要靠团队作战。我会带领大家用新的方法做销售，摒弃那些老套的做法。这话明显是冲着林浩来的。会议室里的气氛更加尴尬起来。王强接过话头：小雅说得对，为了让他尽快熟悉业务，林浩，你把手上的大客户资料都交给小雅。什么？林浩这次真的忍不住了。陈总、刘总、赵总这些大客户
以后由小雅负责维护。王强的语气不容置疑。王总，这些客户都是我一手开发维护的，突然换人，客户那边，公司的客户就是公司的，不是你个人的。王强打断了林浩，这是命令，不是商量，不配合的话，别怪我不念旧情。会议结束后，同事们三三两两地离开，同时李明走到林浩身边，小声说：林哥，王总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你还是忍忍吧。与此同时，另一名同事张华已经凑到小雅身边，小雅经理，以后多多指教啊，你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。这很明显是去拍新领导马屁去了。看着这些，林浩只是默默地回到工位，开始整理客户资料。3年的心血就这样要拱手让人。林浩，资料准备好了吗？小雅走过来，我下午就要去拜访陈总。林浩把 U 盘递给他，都在这里了，谢谢林哥。小雅接过 U 盘，对了，这些客户的脾气爱好什么的，你也整理一份给我。林浩点点头，继续埋头整理。办公室里，其他同事都在忙自己的事，没人敢多看这边一眼。下班后，林浩开车回家，妻子苏晴已经做好了晚饭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看你脸色不太好。苏晴关心地问。林浩把今天的事情说了一遍。20万变2000，他们怎么能这样？苏晴气愤地说。没事，我心里有数。林浩安慰妻子。晚饭后，林浩翻出劳动合同仔细研究，合同期限那一栏清楚地写着2025年8月31日到期，现在是6月底，还有2个月。林浩合上合同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王强啊王强，你以为吃定我了？第二天，林浩照常上班，小雅兴冲冲地准备去拜访陈总。临走前还特意到林浩面前晃了一圈。林哥，我去见陈总了，你就在公司好好休息吧。林浩头也不抬，祝你顺利。办公室里，王强把林浩叫进办公室。小林，小雅接手客户，你要全力配合，有什么问题及时沟通，别让我难做，明白？王总，林浩平静地回答。还有，你的工作重心要调整一下。王强递过一份名单，这些是新客户，你去开发一下。林浩接过名单一看，都是些小公司，最大的年采购额也不过几十万。王总，这些客户怎么嫌客户小？王强皱起眉头，做销售的不能挑肥拣瘦。林浩没再说什么，拿着名单离开了办公室。回到工位，林浩打开电脑，开始处理邮件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陈总的微信。小林，今天来了个小姑娘，说以后她负责我们公司的业务。林浩回复：是的，陈总，公司安排的。呵呵，有意思。陈总发了个意味深长的表情。下午，小雅垂头丧气地回来了，看样子拜访并不顺利。怎么样？马屁精同事张华赶紧迎上去。陈总没见我，说没时间。小雅气呼呼地说。王强从办公室出来，怎么回事？我按照资料上的时间去的，但是前台说陈总在开会。小雅委屈地说。王强看向林浩，小林，你给的资料准确吗？资料没问题，可能陈总临时有事。林浩淡淡地说，最好是这样。王强意味深长地看了林浩一眼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小雅接连碰壁。刘总出差了，赵总的助理说老板不在，3个大客户一个都没见到。林浩依旧每天准时上下班，对同事们的窃窃私语充耳不闻。他知道好戏才刚刚开始。几天后，小雅第2次去拜访陈总，这次她提前预约了时间，
还特意换了一身更正式的套装。陈氏集团的前台小姐看了看他的名片，您好，请问您和陈总约好了吗？约好了，下午2点。小雅自信地说。前台小姐拨通内线电话，说了几句后挂断。不好意思，陈总的助理说，陈总只见林浩，其他人免谈。小雅愣住了，可是我们公司已经正式通知过，现在由我负责贵公司的业务，这个我们不清楚，您还是联系一下林先生吧。前台小姐礼貌但坚决地说。小雅气冲冲地离开了陈氏集团。在车里，她给王强打电话，王总，陈总那边有问题，他们只认林浩。什么意思？王强的声音透着不悦。前台直接说陈总只见林浩，其他人免谈。小雅委屈地说。王强沉默了几秒，你先回公司，我们当面谈。回到公司，小雅直接冲到林浩面前。林浩，你是不是在客户面前说了什么？林浩抬起头，我说什么了？陈总为什么只见你，不见我？小雅怒道。这个我不清楚，可能是习惯了吧。林浩平静地回答。习惯？小雅冷笑。你是不是告诉客户，公司要换人了，让他们别配合？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停下手头的工作，偷偷看着这边。小雅，你这话就没道理了。林浩放下手中的文件，客户见不见你是客户的决定，不是我能控制的。王强从办公室出来，小雅立刻告状。王总，林浩肯定在背后搞小动作，不然客户为什么不见我？王强看着林浩，眼神变得犀利。小林，你老实说，有没有在客户面前说过什么不该说的话？王总，我没有。林浩直视王强的眼睛，最好没有。王强的语气充满威胁。如果让我发现你在背后搞小动作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从这天开始，办公室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。同事们开始有意无意地疏远林浩，生怕被连累。李明路过林浩工位时，只是点点头，不再像以前那样停下来聊天。马屁精张华更是直接无视林浩的存在，专心巴结小雅。王强也开始给林浩穿小鞋，这是新的客户名单。王强把一叠资料扔在林浩桌上，这些客户都需要重新开发，你去跑一遍。除了跑客户，王强还给林浩安排了各种杂活，整理仓库、核对库存、协助财务对账。这些本来不是销售该做的工作，全都压在林浩身上。林浩，仓库那边需要盘点，你去帮忙。林浩，这个月的销售报表有问题，你重新核对一遍。林浩，客户的投诉需要处理，你去跟进。林浩默默承受着这一切，表面上没有任何怨言。就在小雅第3次拜访失败后，林浩的手机响了，是陈总打来的。小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陈总的声音透着疑惑。你们公司那个小姑娘3番2次的来找我，但是这个小姑娘什么都不懂，连我们公司的基本情况都搞不清楚。你们公司这是什么意思？陈总有些不满。陈总，您别生气。林浩安慰道，可能是公司想培养新人，培养新人也不能拿我们当试验品啊。陈总叹了口气。小林，你实话告诉我，你是不是要离开了？林浩沉默了几秒。陈总，我暂时还在公司。那就好。陈总松了口气，说实话，我们只认你。这个小姑娘，我是不会见的。挂断电话，林浩若有所思。类似的电话，刘总和赵总也打过来，3个大客户的态度出奇一致，只认林浩，不接受其他人。小雅连续1周都没能见到任何一个大客户，
他开始频繁地向王强汇报，每次都要提到林浩的不配合。王总，我怀疑林浩在背后搞鬼。小雅在王强办公室里说，不然客户为什么都不见我？王强皱着眉头，有什么证据吗？虽然没有直接证据，但是这要巧合，肯定有问题。小雅咬牙切齿，她就是不想让我接手客户。王强点点头，我会处理的。第二天，王强把林浩叫进办公室。小林，公司的业绩这个月下滑了30%，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？不清楚。林浩如实回答，3个大客户都没有新订单，这很不正常。王强盯着林浩，你说说，这是为什么？可能客户那边有自己的考虑。林浩平静地说，考虑？王强冷笑，我看是有人在背后搞小动作。林浩没有接话，我警告你，如果让我发现你在搞破坏，我会让你在这个行业混不下去。王强的威胁毫不掩饰。王总，我没有搞破坏。林浩依然平静。林浩离开办公室后，王强立刻给几个大客户打电话，想直接了解情况，但是陈总、刘总、赵总的态度都很一致，只认林浩，不接受其他人接手业务。王总，不是我们为难你们公司，陈总在电话里说，但是林浩跟我们合作这么多年，突然换人，我们不放心。陈总，小雅是我们公司的销售经理，业务能力很强。王强努力推销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只认林浩。陈总的态度很坚决，如果林浩不负责我们的业务，那我们就考虑换供应商了。这话让王强心里一紧。陈氏集团1年的采购额超过800万，是公司的重要客户，绝对不能丢。刘总和赵总的态度也差不多，都威胁要换供应商。王强挂断电话，脸色阴沉的可怕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王强的态度突然发生了180度的转变。那天下午，王强主动走到林浩的工位前，小林，你忙吗？我们聊聊。林浩抬起头，看着王强脸上挤出的笑容。王总，什么事？去我办公室谈。王强的语气前所未有的客气。进了办公室，王强给林浩倒了杯茶。小林，之前是我不对。林浩端起茶杯，没有说话。我知道这段时间委屈你了。王强坐在林浩对面，但是你也要理解，公司要培养新人，总要有个过程。王总，你想说什么？林浩直接问。我想说，公司离不开你。王强诚恳地说，这些年你为公司做的贡献，我都看在眼里。林浩放下茶杯，所以呢？所以我希望你能续签合同。王强开出条件，我决定提拔你为销售总监，底薪翻倍，提成也按最高标准给你。销售总监，林浩似乎有些意外。对，而且3个大客户还是你来负责。王强继续加码，小雅那边我会重新安排。林浩沉默了几秒，王总，让我考虑考虑。当然，你慢慢考虑。王强笑得更灿烂了，不过别考虑太久，合同下个月就到期了。林浩离开办公室，王强长舒了一口气，他觉得自己的策略很成功。林浩明显动心了，但是林浩心里想的却是另一回事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太晚了。接下来的几天，王强对林浩的态度好得不得了，不仅把那些杂活都取消了，还主动关心林浩的工作进展。小林，这个客户有什么问题吗？需要我出面协调吗？小林，中午一起吃饭吧，我请客。小林，你看这个方案怎么样？有什么建议尽管提。办公室里的同事们都看出了王强的变化，开始重新审视林浩。
李明又开始主动跟林浩聊天，张华也不再冷眼相对。小雅看在眼里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她找到王强：“王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要我负责大客户吗？”小雅，你别急，王强安慰道，现在是特殊时期，等林浩续签了合同，我们再慢慢调整。可是小雅还想说什么，听我的，先稳住林浩再说。王强打断了他，小雅只能憋着一肚子气离开。王强还特意找了几次林浩，每次都要提到续签的事。小林，考虑的怎么样了？小林，有什么条件尽管提，公司会尽量满足。小林，你可是公司的功臣，不能让功臣寒心啊。林浩每次都是同样的回答：王总，我还在考虑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很快就到了合同到期的前一周。王强开始有些着急了。小林，时间不多了，你到底怎么想的？王强直接问。王总，再给我几天时间。林浩依然不松口。行，但是不能再拖了。王强提醒道，公司的安排需要提前准备。合同到期的前3天，王强又找了林浩一次。小林，我把话说明白了。王强摊牌，你如果不续签，对公司对你都没好处。怎么说？林浩问。你在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，客户关系都在这里。王强分析道，你走了，重新开始不容易。王总说的有道理。林浩点点头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王强追问。我会认真考虑的。林浩还是这句话。王强有些无奈，但也不敢逼得太紧。合同到期的前一天，王强最后一次找林浩谈话。小林，明天就是最后期限了。王强的语气有些急迫，你必须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。王总，我明天会给您答复的。林浩平静地说。好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王强勉强笑了笑。合同到期当天，林浩照常来到公司，他开始整理自己的个人物品，把私人文件装进纸箱里。同事们看到这个场景，都明白了什么。李明走过来，林哥，真的要走？合同到期了。林浩简单回答。那续签呢？李明问。没有续签。林浩继续整理东西。张华听到这话，立刻跑去告诉王强。王强冲出办公室。小林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王总，合同到期了，我准备离职。林浩头也不抬。你不是说要考虑吗？王强急了。我考虑过了，决定不续签。林浩的语气很平静。为什么？条件不满意可以再谈。王强试图挽回。王总，有些事情不是钱能解决的。林浩停下手中的动作，看着王强。就在这时，王强的手机响了，是陈总打来的。王总，听说林浩要走。陈总开门见山。王强看了一眼林浩。陈总，这个我们正在协商。协商什么？陈总的语气很不客气。我明确告诉你，如果林浩走了，我们的合作也到此为止。陈总，您别激动。王强赶紧安抚。我们可以安排其他优秀的销售来服务您。其他人？陈总冷笑。我们只认林浩，没有林浩就没有合作。陈总，没什么好说的。陈总直接挂断了电话。王强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陈氏集团1年800万的订单，说没就没了。还没等他缓过神来，刘总的电话也打来了。王总，我听说林浩要离职。刘总的语气同样严肃。刘总，这个事情，王强想解释。我不听解释。刘总打断他。我只问你一句话，林浩还在不在？刘总，我们正在挽留。王强额头开始冒汗。挽留？刘总冷哼。如果挽留不成功呢？刘总，您放心，我们一定会。我告诉你，
如果林浩走了，我们立刻终止合作。刘总的话斩钉截铁，我们只认林浩这个人。刘总也挂断了电话，王强的手都在发抖。2个大客户的态度已经很明确了，如果林浩走了，公司将失去1500万的年订单。第3个电话很快就来了，是赵总打的。王总，林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。赵总的声音很冷静，但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决。我们的立场很简单，没有林浩就没有合作。赵总，您听我解释。王强的声音都有些颤抖了。不用解释，赵总直接说，我们明天就会发正式通知，终止与你们公司的所有合作。赵总，您别冲动，这不是冲动，这是商业决定。赵总说完就挂了电话。王强瘫坐在椅子上。3个大客户，年订单总额超过2000万，占公司总业绩的60%以上。如果全部失去，公司就完了。他立刻冲到林浩面前，小林，你听到了吗？客户都在找你。听到了。林浩继续整理东西。那你还走什么？王强急得跳脚。公司需要你，客户需要你。王总，这些客户我会妥善交接的。林浩平静地说。交接？王强苦笑。你听到了，他们只认你，不认别人，那是他们的选择。林浩无所谓地说。王强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立刻给总经理李董事长打电话。李总，出大事了。王强的声音都变了调。林浩要走，3个大客户都要跟着走。什么？李董事长震惊了。你说什么？陈总、刘总、赵总都打电话了，说如果林浩走，他们就终止合作。王强快速汇报。你等着，我马上过来。李董事长立刻挂断电话。10分钟后，李董事长匆匆赶到公司，他直接走到林浩面前。小林，都是王强的错。李董事长开门见山，我现在就撤掉他的销售总监职务。林浩抬起头看了看李董事长，又看了看脸色煞白的王强。李总，这个不用了。林浩淡淡地说。那你想要什么条件？李董事长急切地问。工资翻3倍，还是直接给你股份？李总，合同已经到期了。林浩头也不抬，继续整理东西。合同可以重新签。李董事长说，条件你开，我都答应。李总，有些事情不是钱的问题。林浩把最后一份文件装进纸箱。那是什么问题？李董事长问。林浩站起身，拿起纸箱。李总，感谢您这些年的栽培，我的工作已经交接完毕，客户资料都在电脑里。小林，你别冲动。李董事长拦住他。有什么委屈我们可以解决。李总，我没有冲动。林浩绕过李董事长。这是我深思熟虑的决定。那客户怎么办？李董事长急了。他们只认你，客户的选择我无法控制。林浩走向门口。不过我相信公司一定能找到合适的人选。小林，王强突然冲过来。你不能走，你走了公司就完了。林浩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王强一眼。王总，这话应该早点说。说完，林浩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公司大门。林浩离职的消息像炸弹一样在公司里爆开。什么？林浩真的走了？不是说要升他做销售总监吗？听说3个大客户都要跟着走，这下公司麻烦大了。办公室里议论纷纷，所有人都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震惊了。李董事长的脸色铁青，他立刻召集紧急会议。各位，我宣布一个决定。李董事长环视会议室里的高管们，即日起撤销王强销售总监职务。王强如遭雷击。李总，您不能这样，不能这样！李董事长怒火中烧。
你看看你干的好事，公司最优秀的销售被你逼走了。李总，王强想要辩解。闭嘴！李董事长拍桌子，3个大客户，年订单1500万，全部因为你的愚蠢决定而流失。财务总监在旁边补充：李总，如果这3个客户真的终止合作，我们今年的业绩将下滑60%以上。60%！李董事长重复着这个数字。王强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王强瘫坐在椅子上，脸色惨白。意味着公司可能要裁员，可能要关闭分公司，可能要……李董事长越说越愤怒。人事总监小心翼翼地问：李总，那王强的职务由谁接替？暂时空缺。李董事长冷冷地说：等找到合适的人选再说。会议结束后，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公司，王强被撤职，这在公司历史上还是第1次。小雅听到消息后，整个人都崩溃了。她冲进王强的办公室：舅舅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雅的眼泪止不住地流。小雅，舅舅对不起你。王强颓然地坐在椅子上：是我害了你。不是的，舅舅。小雅哭得更厉害了。都是我的错，如果我不要那些客户，就不会有这些事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王强苦笑：林浩走了，客户也走了，我们都完了，那怎么办？小雅慌了：我刚入职，如果公司裁员，你先回去工作吧。王强摆摆手：让我一个人静静。小雅离开办公室，在走廊里遇到了李明和张华。小雅，你没事吧？李明问。我没事。小雅擦了擦眼泪：倒是你们，当初为什么不帮林哥说话？李明和张华对视一眼，都有些尴尬。我们也没想到会这样。张华说：是啊，谁知道林哥这么厉害。李明后悔地说：早知道客户这么认可他，我们就不应该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小雅打断他们：林哥已经走了。与此同时，陈总的正式通知已经发到了公司。鉴于贵公司销售代表林浩先生离职，我司决定即日起终止与贵公司的所有合作协议。刘总和赵总的通知也相继到达，内容大同小异。李董事长看着这3份通知，气得浑身发抖，立刻联系林浩。他对秘书说：不管用什么办法，一定要把他请回来。秘书拨通了林浩的电话，但是林浩拒绝了面谈的邀请。请转告李总，我的决定不会改变。林浩在电话里说。李董事长亲自接过电话：小林，是我管理不善，让你受委屈了。李总，您太客气了。林浩的语气很平静：你开个条件，工资、职位、股份，什么都可以谈。李董事长诚恳地说：李总，真的不用了。林浩拒绝了：我已经做出决定。那客户怎么办？他们只认你。李董事长最后一次尝试：客户有自己的选择权。林浩说完就挂断了电话。李董事长绝望地放下电话，他知道林浩是真的不会回来了。下午，王强偷偷跑到林浩的住处：小林，求你了，帮帮我。王强一见面就开始求情：我上有老下有小，不能没有工作。林浩看着眼前这个曾经趾高气扬的男人，现在却像个乞丐一样求自己。王总，这话说的有点晚了。林浩平静地说：我知道我错了。王强几乎要跪下来：我不该抢你的客户，不该给你穿小鞋。既然知道错了，为什么当初要那样做？林浩问。我是被猪油蒙了心。王强痛哭流涕：我以为你好欺负，我以为客户不会在意，现在知道了。林浩冷笑：知道了，我彻底知道了。王强哭着说：求你回去吧，公司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王总，
职场如战场。林浩看着王强，既然你选择了背叛，就要承担后果。小林，王强还想说什么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林浩转身进屋，请回吧。王强在门外站了很久，最终还是离开了。第二天，小雅也找到了林浩。林哥，我错了。小雅一见面就哭了，我就是个废物，什么都不会，你知道就好。林浩没有安慰他，那些客户我根本搞不定。小雅承认了，我连基本的业务流程都不熟悉。所以呢？林浩问。所以我求你回去。小雅跪了下来，我给你道歉，我给你磕头，起来吧。林浩没有看他，这样做没有意义。那什么才有意义？小雅哭着问。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。林浩说，你选择了抢我的客户，现在就要承担搞不定的后果。可是我舅舅已经被撤职了。小雅哭得更厉害了，那是他应得的。林浩毫不同情，做错事就要付代价。小雅哭着离开了。接下来几天，公司的各种高管轮番找林浩，但是林浩的回答都是一样的，谢谢，但是我不会回去。与此同时，3大客户也分别联系了林浩。陈总，林浩，我们准备换供应商，你有什么推荐吗？刘总，林浩，如果你去新公司，我们愿意跟过去。赵总，林浩，我们的合作不能断，你到哪里，我们跟到哪里。林浩对客户们的支持表示感谢，但是没有立刻表态。1周后，林浩接到了一家知名企业的邀请，这家企业的老总亲自打电话，林先生，我们公司诚邀您加入。对方说，职位是销售副总裁，年薪80万起，我考虑一下。林浩说，不急，您慢慢考虑。对方很客气，我们相信有您这样的人才加入，公司一定会更上一层楼。消息很快传到了原公司，李董事长得知后，立刻又给林浩打电话。小林，听说有公司挖你？李董事长问。是的，林浩没有否认。条件怎么样？李董事长试探。还不错。林浩简单回答。我们可以开出更好的条件。李董事长说，年薪100万，加上股份分红。李总，不是钱的问题。林浩说，是信任的问题。什么意思？李董事长问。一个连自己员工都保护不了的公司，怎么能让人信任？林浩反问。李董事长无言以对。第二天，林浩正式入职新公司。与此同时，3大客户也正式宣布了新的合作伙伴，林浩的新公司。而在原公司，王强已经离职，小雅被调到了后勤部门，李明和张华也在考虑跳槽。公司的业绩一落千丈，不得不开始裁员。李董事长看着空荡荡的销售部，长叹一声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。但是世上没有后悔药。林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什么叫做真正的职场价值，什么叫做以德报怨不如以直报怨。他没有选择隐忍，没有选择妥协，而是选择了用实力说话，用结果证明一切。这就是职场的真相。当你足够优秀的时候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